2025年11月，中国经济悄悄炸响了一颗静默炸雷。一行冷冰冰的数据正在把过去18年的增长逻辑一刀切断。中国居民新增贷款负2063亿元，是负的，不是增速放缓，不是少借一点，是彻底变成负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月全国老百姓还给银行的钱比从银行借出来的钱还多。这是自2007年有统计记录以来18年头一回。这不是普通的数据变化，这是一整代人心态的集体转向。过去18年，中国经济有一条几乎写进 DNA 的路径：借钱、买房，资产上涨，再借钱，再消费。房贷是发动机，消费贷是助推器，信用扩张是默认前提。2019年之前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长期维持在8%以上，居民部门贷款年年增长，从未回头。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是贷款30年，买房不眨眼的时代，是年轻人先负债，再慢慢想未来的时代。但2025年11月，这套逻辑突然被掐断了。不是政策喊停，不是银行不放贷，而是老百姓自己选择不借了。更残酷的是，他们还在拼命提前还。这一次居民贷款转负，最大的推手不是别的，就是房贷提前还款潮。记住一个时间点：2021年以后，中国房贷增量开始持续萎缩。2023年，存量房贷余额首次转负。到2025年，这个速度还在加快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子已经从家庭财富的发动机，变成了家庭资产负债表上的最大风险敞口。以前买房是压住未来，现在还房贷是避免更惨。房价不再上涨，租金覆盖不了利息，流动性冻结，交易萎缩，预期坍塌。当老百姓意识到这套房子可能10年都涨不回来，但利息却一天都不会少，那还犹豫什么？先还债，先保命。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件事，不仅房贷在缩，消费贷也涨不动了。2025年11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 1.3%， 而在2019年之前，这个数字是 8% 上下。哪怕今年前11个月社零累计增速还有 4%， 也已经比高峰期腰斩。这背后是一整代年轻人的心理变化，不再相信透支未来一定能还得起，不再相信明年一定比今年好，不再相信收入会自然增长。央行2季度调查显示，居民收入信心指数、就业预期指数双双跌至近年低位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，大家开始怕了，不是怕消费，是怕未来兜不住今天的账。有人会说，会不会只是1个月的数据波动？但你把所有线索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偶发，而是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。3股力量同时拉闸： 1. 收入不确定性上升； 2. 房地产周期深度调整； 3. 消费与未来预期全面转弱。当加杠杆能变富的信仰崩塌，当负债是正常生活方式的共识瓦解，居民部门只会做一件事：收缩、防御、保现金。于是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，中国居民部门第一次集体选择去杠杆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经济下滑不可怕，信心转向才可怕。当老百姓不再借钱，银行的利息模型会崩，地产的资金循环会断，消费的弹性会消失。但更深层的是心理结构的改变，大家开始默认未来是风险而不是机会，这才是真正的分水岭。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国家会怎么出手？补贴、刺激、政策会不会全面升级？
真正的大变局才刚刚开始。表面看是老百姓开始主动踩下刹车，不再借钱，不再扩张，但真相是这一脚刹车并非自愿，而是被现实一路逼到墙角后的本能反应。收入的不确定，资产的贬值，未来的模糊，把人一步步推到今天，除了收缩、防御，先活下来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。很多人轻描淡写地说一句：居民不借钱对银行不利。这句话太轻了。真实情况是，银行的核心发动机正在熄火。过去10几年，中国银行最稳定、最安全、最赚钱的资产是什么？不是中小企业贷款，不是创新企业融资，而是居民房贷。期限长，违约率低，还能不断滚动扩张。可现在呢？房贷被提前还，新房贷没人借，消费贷发不出去，信贷规模开始实质性收缩。当居民贷款转负，意味着银行不是少赚一点，而是连增长模型本身都被否定了。更残酷的是，利息收入下降的同时，风险却在上升。收入不稳，就业承压，企业利润下滑，都会慢慢反噬到银行资产端。表面风平浪静，但水位已经在悄悄下降。有人问，老百姓不借钱，不消费，钱去哪了？答案很冷，钱没去任何地方，它只是不动了。大量资金堆在银行账户里，哪怕利率一降再降，也不敢拿出来。这不是理财观念升级，这是恐惧在主导决策。当一个社会的普遍心理变成少赚点没关系，别出事就行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创业意愿下降，投资意愿萎缩，消费冲动消失，风险偏好坍塌。钱在，但经济的血液循环开始变慢变冷。很多人还在期待政策会不会再刺激一波，现实是不刺激，消费端很可能直接塌下去。可问题是，刺激还有多少空间？家电补过了，新能源车补过了，耐用品的需求被提前透支的差不多了，你再补，只是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现在，然后留下一个更空的明天。所以接下来即便扩大补贴，餐饮也好，服务也好，全品类也好，本质都不是拉动繁荣，而是防止断崖式下坠。这不是进攻，这是止血。很多人还在用周期调整来形容房地产，但从居民行为看，答案已经很清楚了。老百姓是在逃离，不买，不加仓，有能力就提前还贷，能降风险就降风险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房地产已经从家庭资产核心变成了家庭风险源头。当房子失去金融属性，相关的一切，土地、财政、上下游产业、就业，都会被拖进寒冬。这是一个长期出清的过程，而不是1年2年的问题。很多分析喜欢说一句话：消费更理性了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真相更残酷，不是理性，是没底气。收入不确定，工作不稳定，房贷像一块石头压着，谁还敢透支未来？于是，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孩子，不敢换房，不敢大额消费。消费不是升级，而是在一层层剥落。居民贷款转负，不是一个金融现象，而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集中反应。它说明对收入增长的信心在下降，对资产升值的信仰在破裂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放大。当一个社会的主流选择从借钱搏未来变成还钱求安全，那一定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成熟了，而是
大家已经被现实教过太多次，所以别急着给这次居民去杠杆涂上积极色彩。至少在当下，它带来的不是轻松，而是全面收缩、长期承压、慢性消耗。这不是一场热闹的转型，而是一段沉默的硬扛。一句话总结：老百姓不借钱了，不是因为看到了更好的未来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再赌了。而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开始选择保住现在，而不是投资未来，这本身